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白鹿以反差为刃，在角色与真实之间雕刻璀璨星河。在流量与标签横行的娱乐圈，有人以人设筑高墙，有人以套路博眼球，而白鹿却用一场场反差的破壁之旅，诠释了何为演员的赤诚与生命的鲜活。他的光芒不在完美无瑕的滤镜中，而在角色与真实交织的裂隙里，那里有刀锋般的演技，也有烟火气的笑容，让粉丝在仰望星光时，亦能触摸到温暖的体温。角色反差，一人千面的巨抛式演技。从古装剧中的飒爽女将军到现代剧中的甜虐女主，白鹿的表演从不困于单一维度。在《凤求凰》中，她一人分饰两角，一面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将军霍玄，策马扬鞭时眼神如寒铁；另一面是工于心计的宠妃乐韵，垂眸浅笑间暗藏杀机。两种极端性格被她演绎得泾渭分明，连导演李慧珠都惊叹她的表演像被角色附体，切换时连呼吸频率都不同。这种巨抛式演技在《周生如故》中达到巅峰。她饰演的崔时宜从天真烂漫的世家贵女，到痛失所爱后心如死灰的未亡人，情绪的递进如静水深流。最经典的城墙一乐片段中，她为落一滴泪，却以颤抖的指尖和决绝的回眸，将哀莫大于心死诠释得刻骨铭心。观众评论，她不是演悲伤，而是让悲伤从骨缝里渗出来。而到了警察荣誉中的基层女警夏洁，她又褪去古装华服，以素颜和干练短发示人，将职场新人的青涩与坚韧拿捏得恰到好处，甚至获得中纪委官方点赞，真实还原基层民警风貌。性格反差，荧幕之外的反矫情哲学。戏里的白鹿是百变女王，戏外的她却以反矫情的真实圈粉无数。在综艺《奔跑吧》中，她不顾形象大笑到表情失控，贡献了白鹿笑声出圈名场面。面对游戏失利，她自嘲四肢不协调，却坚持挑战高空项目，被粉丝调侃用最怂的表情干最勇的事。这种接地气的鲜活，打破了明星与普通人的次元壁。更难得的是，她敢于直面过往。2023年为早期不当言论公开致歉时，她未找借口，直言接受批评，用作品说话。这份坦荡，反而让粉丝看到成长的力量。正如她在采访中所说，演员不该活在完美人设里，真实的瑕疵比虚假的光环更珍贵。生命反差，从练习生落选者到顶流演员的逆袭。少有人知，白鹿的星途始于一场破碎的偶像梦。18岁时，她带着韩剧滤镜赴上海参加 SM 选秀，却在万人竞争中铩羽而归。命运的转折点藏在微电影《猫的树》系列里，她顶着非科班出身的质疑，在镜头前一遍遍打磨哭戏，甚至为了一句台词在雪地赤脚拍摄数小时。从朝歌中初出茅庐的女将军，到长月烬明里一人分饰三角的神女三太，她用7年时间完成从网红模特到实力演员的蜕变。拍摄《烈火军校》时，她毅然剪去长发，在40度高温下穿着厚重军装摸爬滚打，为诠释《一生一世》中的配音师时宜，她闭关苦练声线，甚至因过度用嗓失声。这些笨功夫，恰是她对演员2字最虔诚的注解。与粉丝的双向奔赴，以真诚铸造情感纽。白鹿与粉丝的互动，始终带着家人般的温情。她会偷偷记住站姐的生日，在直播中送上祝福。拍戏受伤时，她将纱布藏在袖口，却笑着安慰粉丝只是擦破皮，明安如梦。杀青当天，她凌晨2点冒雨与守候的粉丝合影，只因不想让他们的等待落空。这种细腻的共情力，源于她对偶像身份的深刻理解。当被问及如何面对争议时，她说：“
粉丝不是盾牌，而是让我挺直脊梁的星光。他们的爱，我要用加倍的努力去配得上。在裂缝中绽放的反差美学，白鹿的演艺之路，恰似他最爱的角色黎苏苏穿越烈火，仍保有纯真，历经破碎却重塑璀璨。他教会我们，真正的魅力从不在安全区重复自己，而在反差中突破边界。动人的真诚，亦非无瑕的完美，而是敢于让脆弱与强大共生。正如他在《长月烬明》中吟诵的台词：“神性与人性，从不是对立的两极，而是灵魂的并蒂莲。”这或许正是白鹿献给世界的答案。在角色与真实的裂缝中，他以反差为刃，劈开了一条独属自己的星河。2. 白鹿新春祝福壁纸，温柔性感，甜美优雅。粉色是春日初融的雪水浸润的第一枝桃夭，是暮色中摇曳的灯笼晕染开的温柔光晕。而当白鹿携着一抹新春的粉意翩然而至，变成了人间最旖旎的祝福诗篇。她身着粉色包臀连衣裙，立于镜头前，曼妙身姿如工笔勾勒的古典式女图，裙摆的弧度恰似年轮舒展的轨迹，将岁月的温柔与生命的蓬勃悄然缝合。手捧奶茶时，她眉眼弯弯的笑靥如糖霜洒落人间，甜得毫无矫饰。迎风而立时，薄纱裙角与发丝共舞，又似将少女时代的灵动与轻熟女性的优雅糅合成一首无声的乐章。那些被设计师精心雕琢的褶皱，在她举手投足间化作流动的画卷，挂脖吊带勾勒的肩颈线如白玉雕琢，既藏着招摇中烈焰红唇的锋芒余韵，又沉淀着一生一世里时已捧时流时的羞赧柔情，让新春的祝福裹挟着时光的层次感扑面而来。它并非困囿于甜美的符号，粉色于它而言是宣言，亦是铠甲。当繁花刺绣攀上裙裾，立体花瓣随步履翻飞，恍若将整个凛冬积蓄的力量绽放成新春的图腾，那是温柔与坚韧的交织，是长月烬明中神女垂眸时坠落的苍凉，亦是红毯上她挺直脊梁的笃定。粉色背带裤的俏皮与工装，连体裤的飒爽，在她身上达成微妙平衡，如同新春对联上墨色与金粉的碰撞，既承载着稚子燃爆竹的欢欣，亦沉淀着长辈斟涂苏酒的庄重。镜头定格她直棒棒糖的瞬间，糖衣折射的七彩光斑与裙装的珠光刺绣辉映，竟让人分不清是衣饰装点了人，还是人赋予了衣饰灵魂。正如她社交媒体上分享的生活碎片，邻家气息与星光璀璨，竟能如此浑然天成，让新春壁纸不止于视觉的馈赠，更成为情感共鸣的载体。若细观她肌肤胜雪的底色，便会懂得这粉色何以被演绎得如此透彻，不是浮于表象的装点，而是从骨香里沁出的莹润。当她身着抹胸礼服立于雪景中，冷冽的空气与暖调的裙装形成戏剧性对话，恰似传统年画中仕女穿越时空的凝望，既有工笔画的端丽，又带着油彩的浓郁生命力。而那些被海风卷起的发丝，被沙粒亲吻的足踝，在粉色连衣裙的映衬下，竟将性感诠释得如晨露般清澈，让新春的祝福褪去喧嚣，回归最本真的悸动。这组新春壁纸的深层隐喻，恰似白鹿自身的美学辩证法，蕾丝与绸缎的层叠式，柔与刚的和解，糖果与海浪的并置，是甜与盐的共舞。当流量时代的审美更迭如烟花易冷，它却以近乎执拗的真诚，将每一帧影像淬炼成时光胶囊。那些被镜头捕捉的灿然一笑，早将商业的精算与艺术的纯粹熔铸成金，让粉色不再是肤浅的少女标签，而是女性多维度魅力的注脚。此刻若凝望这组壁纸，或可见命运的红线蜿蜒其中，一端系着观众对美好的永恒渴慕，另一端紧紧缠绕着那个在名利场中始终以出欣慰罗盘的身影。当新春钟声敲响，这抹粉色变成了最温柔的祝词，愿所有凝视它的人，皆能在岁月长河中
打捞出属于自己的那份未被世俗浸染的赤诚。喜欢他的话，记得支持我们会推送更多他的最新动态和写真。